回娘家无意间看见我妈和老公宋薇的聊天记录，表面上工资每月上交、温柔体贴的老公，背地里竟然找各种理由找我妈要钱。聊天记录里有一张孕检单，宋薇和我妈说我怀孕了，我一头雾水。我看着那张和闺蜜上个月发给我的一模一样的孕检单，才恍然大悟。出差提前结束工作，我瞒着宋薇悄悄回了一趟娘家。刚进门，我妈就一脸惊讶，眼神不断往我肚子上瞟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起初我也没太在意，以为是太久没回娘家，她太激动了。晚饭过后，我发现手机关机了，准备用我妈的手机给宋薇报备一声，刚点开聊天界面，就看见一排黄色的转账信息。聊天记录显示，这大半年里，宋薇都以不同的借口明里暗里找我妈要钱。看来宋薇这大半年里经常让我给我妈多转些钱，美曰其名是孝敬老人，实则最后都进了她自己的口袋。我看了一眼金额，她上交给我1个月的工资，到我妈这里要了几乎双倍回去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刚准备打电话给宋薇问清楚，就看见上个月宋薇发给我妈的一张图片。我点开一看，是一张孕检单，单子上写着我的名字。我一眼就看出来是 P 图，但我妈年纪大了，也跟不上时代，她是看不出来的。妈，欣欣怀孕了，医生说胎儿不稳定，大概率会流产。我们都想要这个孩子，但是医院说保胎要花很多钱。我妈立刻转过去5万块钱。小薇呀，妈这些年存了点钱，你们小两口拿去花，钱不够妈还有，你让欣欣安心保胎。妈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这是您的养老钱，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就是妈最大的心愿。妈平时花钱少，你们年轻人才是正需要花钱的时候。宋薇客套了几句之后，还是收了转账，说了几句感激的话之后，就开始叮嘱我妈：妈，欣欣怀孕了，情绪不太好，一提起孩子她就伤心失落，欣欣担心保胎要花很多钱，妈暂时先不要在欣欣面前提起孩子。我妈又过了几分钟才回的消息：好，妈知道了，你们小两口的事我不会掺和，小薇你照顾好欣欣就行。放心吧妈。聊天记录戛然而止，我点开那张孕检单，心想我什么时候怀孕了？竟然连孕检单都出来了。我盯着那张越看越眼熟的单据，猛然想起来闺蜜上个月发给我的孕检单。我连忙给手机充电，查看闺蜜发给我的单据，看见2张一模一样的图片，我冷冷一笑，偷吃都偷到我头上了。我给宋薇发了条信息，我回娘家了。很快电话就打过来了，我刚接通，宋薇着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你怎么回娘家了，也不和我说一声？我陪你一起回去啊，妈年纪大了，你回去多麻烦她老人家，你这样也太不懂事了。欣欣，原本相濡以沫的丈夫，如今说出的每句话都让我想要作呕。我忍住内心的不是，冷冷打断：难道我回娘家还要和谁报备吗？我是出嫁了，又不是出家了。意识到我语气中的怒意，宋薇这才意识到刚刚自己说的话有多离谱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妈年纪大了，总想抱外孙，我这是怕他们催生。而且你回家了，妈还要忙前忙后，老婆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近半年我工作忙，加上出差多的缘故，一直没回娘家。每次想回去看看我妈，宋薇就以各种理由阻止我回去，原来是暗地里在扮猪吃老虎，怕这一切败露。我故作消气，随即叹了一口气。我妈确实年纪大了，刚才竟然还旁敲侧击问我孩子的情况。你说我都没怀孕，哪来的孩子？
电话那头的呼吸明显加重，说话都有些结巴。是啊，妈真的是年纪大了。那你怎么说的？妈还说什么没？我故意拖了长音，听着听筒那边越来越重的呼吸音，只觉得讽刺。倒也没说什么，就是想着多给妈赚一点钱，没时间陪她，至少物质生活让她过得好一些。宋薇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，连带着说话都不打颤了。好啊，老婆，我都听你的，毕竟那是咱妈。我挂断电话就给宋薇发信息，说是工作还没有完成，明天又要赶回公司。宋薇一阵嘘寒问暖的信息发过来，我只觉得恶心透顶。为了不被她发现异常，我像往常一样回复了她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果然宋薇又借着其他的理由找我妈要钱。我模仿着我妈的语气给她转了1万。晚上闺蜜朋友圈里晒男朋友转账1万块，配文她说给我她的心，也要给我她的心。我妈前前后后给宋薇转的钱差不多有10万，我将这些账案暗记在心里，总有一天要向那对狗男女一点点讨回来。随后我将这件事告诉我妈，我妈听后怒火中烧，恨不得立马冲过去将宋薇千刀万剐。妈，您别生气，千刀万剐都便宜了他们，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才行。我妈红了眼眶，抱着我满脸心疼。欣欣，你受委屈了，妈当初就不该同意这门婚事。我喉头一阵酸涩，当初我自由恋爱，向父母保证宋薇是个好丈夫，一切的因果都由我而起，现在我也会亲手结束。我让我妈继续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但是宋薇在找她要钱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很快我就按照出差到期的时间回了家。回家之后，宋薇对我比往常更加体贴了。我和宋薇是在大学认识的，当初我情窦初开，加上宋薇体贴本分的性格，很快我们就坠入爱河。恋爱后也顺理成章结了婚，婚后的生活也一直甜蜜幸福。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体贴细心，每晚都按时回家。婚后每月工资都全部上交，就连自己吃饭的钱都用我开的亲属卡，可以说是给足了我安全感。如果不是亲眼看见那张孕检单，我大概永远都不会相信表面上温柔体贴的丈夫，暗地里早就已经和我的闺蜜勾搭在一起。和闺蜜沈秀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她给我发孕检单那里。闺蜜未婚先孕，但是一直不说孩子父亲是谁。据说有男朋友，但我从未见过。那晚看见她的孕检单，我打去电话，苦口婆心劝说她，一夜最终无果。宋薇最后黑着脸说我不该去管她的私事，毕竟都是成年人了。我原本以为她是劝我不要再管她这种小脑萎缩的行为，现在看来是不想让我掺和他们的地下情。说不难过是真的，该流的泪在娘家那几天也已经流光了。但我深知爱人的前提是先爱自己，我即便是再恋爱脑，如今也该清醒了。当着我的面偷人可真有意思，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才对。我默默收起了一份诊断书，准备等到合适的时候再拿出来。回家后的第二天，沈秀就约我出门逛街。我正要找她，没想到她倒是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见面她还是像以往一样亲昵地拉着我的胳膊。欣欣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段时间你不在，我可想你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只想作呕。若不是这次回娘家发现了真相，估计我还在被这对奸夫淫妇耍得团团转。我不动声色，没有表现出异样，依旧像往常一样搭着话。小秀，我看见你朋友圈了，看见你男朋友对你那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沈秀故作不明白，随后又一脸娇羞的表情，
眼里还闪烁着胜利者的光芒，捧得越高只会摔得越惨。对呀，他对我可好了，我就知道他最爱的是我。说完一脸娇羞，我忍住机遇反胃的情绪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你这月份也大了，再不结婚怕是不太好。不给你一个名分，说再多的爱怕都是空口白话。似乎是戳到了他的痛处，沈秀的脸几乎白了下来。还不急，他说过一定会娶我的。我点点头，一副理解的样子。沈秀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尴尬。我带着沈秀来到一家化妆品店，像往常一样逛着。沈秀拿起一瓶洗面奶凑过来，我瞥了一眼，价格3000块。欣欣，你看这个最新的大牌，据说孕期用也不会有影响。我拿过来仔细看了一眼，点点头表示赞同。确实还不错。说完，不顾他期待的目光，又转到了另外一排货架边上。他又不死心，拿起另一款新品，口若悬河介绍着功能。我装作没听出他语气里的期待，叹了口气。小秀，本来我是想给你买些东西，顺便买一些母婴用品的。再怎么说，以我们的关系，我也应该对你肚子里的孩子表示一下。但是你不知道，最近几个月宋薇的工资都没给我，我的钱也补贴娘家了。沈秀一脸疑惑，脱口而出：“他不是说工资都上交给你了吗？”我故作疑惑看向他，沈秀意识到说漏了嘴，脸色白了一瞬，又结结巴巴开口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说他是模范丈夫，工资月月上交吗？”我叹了口气，表现出一副无奈的样子。那都是维持婚姻里的人设，说给外人听的。但是凭我们两个的关系，我肯定是和你实话实说呀。沈秀沉思了一会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原本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暗淡。我忽略他脸上的表情，拉着他走到另一排化妆品架。小秀，你说过等你有钱了要包养我的，我现在手里没有钱，你应该会给我买的吧？沈秀脸上的表情僵住了，结结巴巴地开口：“欣欣，你也知道我怀孕了，你不会要说你没钱吧？小秀，前几天你男朋友不是还给你转了1万块钱吗？你说你男朋友对你那么好，肯定不会只给这些吧？”还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。导员看到这边的情况，往我们这边走。我早已经从货架上拿了几样最贵的化妆品，塞到导员手里，推着沈秀去结账。小秀，你就别推脱了，之前都是我给你买的，这次我没钱，你不会不愿意给我买吧？之前我识人不清，将沈秀当作闺房密友，心疼她没钱也没有依靠，买化妆品、护肤品都会给她也买一份。如今是时候让她还回来了。说完，我一脸受伤看着她，眼眶也红了。一旁的导员打量着沈秀：“怎么会呢？”沈秀一脸尴尬，只好跟着导员一起去结账。我到的时候，沈秀已经付完钱了，似乎还在和谁打电话。他说：“你没上交工资，你骗我说你没钱。你知不知道？”看到我过来，他急匆匆挂掉电话，转而又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宋薇是在我们逛服装店的时候到的，彼时沈秀刚好看中了一件裙子，拿出手机刚准备发信息的时候，抬头正好和宋薇对上。还是我有先见之明，提前就发信息把他的金主请到现场了。我忽略他眼里的错愕，走到宋薇身边，挽住她的胳膊，亲昵地靠在她身上。由于平时本来就有的恩爱人设在外，所以我的举动并不会显得突兀。宋薇的身体机不可察地僵硬了一瞬，沈秀的表情僵在脸上，但为了不被我察觉，还是努力堆出一个假笑。“老公，我看中了一件裙子，
我用着发嗲的声音摇晃着宋薇的手臂，心里强忍着差点吐出来的不适感。宋薇很受用，估计介于情人在场的原因不能表现得太沉迷。哪一条？老公给你买。我扭捏着瞥了一眼沈秀，有些不好意思。宋薇的眼神在我们两人身上打转，眼里流露出一丝慌乱。这就承受不住了。我心里冷笑，还以为你们能多沉住气。我指着沈秀刚刚喜欢的裙子看着宋薇。宋薇应该还不知道这正是自己的小情人喜欢的东西，她内心还沉浸在庆幸我没有发现他们奸情的情绪之下，看着我宠溺一笑。老婆皮肤白，穿这条裙子一定很好看，买了。突如其来的表白和宠溺大多建立在心虚作祟之下。话音刚落，沈秀的表情碎裂了。沈秀属于天生皮肤有点黑的那种类型。宋薇说我皮肤白适合这条裙子，无疑是在打她的脸。她声音里染着哭腔：欣，那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你为什么要和我抢？我故作疑惑，随后又像明白过来一样，眼眶红了。小秀，我不知道你也喜欢这条裙子，你没有说过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。沈秀不甘心地看着我，眼神却不经意往宋薇身上瞥。宋薇的脸有些白，估计她也没想到自己为了哄我的话，竟然给了小情人当头一棒。欣，家里裙子很多，要不这条裙子还是给沈秀吧。宋薇有些尴尬，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些话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条裙子，而且老公，你刚刚还说这裙子适合皮肤白的人。话音刚落，沈秀的脸色又白了几分。宋薇身体有些僵硬，说话都有些发抖。欣，可是沈秀不是你的好闺蜜吗？你让给她又没什么，既然宋薇愿意博美人一笑，那她可就要破费了。我看了一眼那条裙子，故意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样子，随后善解人意地开口：那好吧，那我就让给小秀好了，不过你要给我再买一条。我故意把让字读重音，宋薇听不出来，但沈秀一下子就听出来了。她恨恨地看着我，但又不敢被我发现，我只当没注意，心里却暗爽。宋薇长舒一口气，连忙答应下来。我看着沈秀，等着她去付钱。沈秀站在原地，尴尬不已，差点忘了她的金主现在在我旁边，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。欣，沈秀没什么钱，要不我们帮她买了吧？她现在怀孕了，孩子到时候生下来，我们也是干爸干妈，就当是给孩子的礼物。宋薇之前就明里暗里要我给沈秀买东西，美约其名让我搞好关系，帮衬一下闺蜜，实际上和她暗度陈仓，还想坑我的钱。我在心里冷笑，表面上楚楚可怜。可是我已经把喜欢的裙子让给她了，而且小秀有男朋友，她说她男朋友之前还给她转了好几万，她怎么可能没钱呢？宋薇愣了一下，笑容僵在脸上。估计沈秀那条朋友圈是仅我可见，就连宋薇也不知道。她不是喜欢在我这个正主面前秀吗？欣，可是她毕竟怀孕了，而且沈秀是你闺蜜，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苦点没关系，她怀着孕怎么能受苦呢？我脸上露出一丝审视，面上有些不高兴，直勾勾盯着宋薇。她怀孕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难道孩子是我的吗？还是说孩子是你的？话音刚落，宋薇脸色惨白，慌忙否认，脸上还露出怒色，大声狡辩：怎么可能？你说的什么话？软心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果然，男人只有在你说中了的时候生气辩解，猜得越准，脾气越大。沈秀脸色苍白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欣，
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宋薇她也是好心，我们不是好闺蜜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？一旁已经有人围了过来，宋薇走到我身边，语气十分不好，她压低声音：阮心，你现在赶紧向沈秀道歉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无理取闹了？是不是我平时把你惯坏了？我看着沈秀幸灾乐祸的表情，不顾众人审视的目光开口，眼泪也瞬间滴落。对不起老公，我不知道她也喜欢这条裙子，我不该和她抢，毕竟她怀着孕，我们给她花钱是应该的，你照顾她的情绪也是应该的。周围群众一脸吃瓜的表情。原配在丈夫的逼迫下给另一个女人让东西，竟然还要给她付钱，怎么听都瓜味浓浓的。更有甚至眼神已经在两个人之间疯狂打量。宋薇脸色大变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分贝：你胡说什么？一旁的店员看不下去了，出来作证，看着宋薇也是一脸鄙夷。你们刚刚的对话很多人都听见了，真没见过这么怂的男人，敢做不敢认。确实又当又立，劝这位小姐姐注意一下老公和闺蜜的关系。宋薇脸色铁青，看向我还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，我已经将衣服塞到沈秀的手里，眼神里都是悲伤。秀秀，对不起，我没钱，我让宋薇给你买好不好？宋薇在一旁还想说点什么，但看见众人的眼神之后，又生生咽下准备出口的话。最后宋薇也只能忍痛买下那条裙子，毕竟牛是她吹的，钱怎么也轮不到我来付。不过付钱的时候，她的表情可不太好。转身我就去店里找了一条上万的裙子，还是宋薇付的钱，毕竟她答应给我买，那么多人在旁边听着呢。沈秀看我的眼神仿佛要把我吃了，等我看向她的时候，她又露出那副楚楚可怜的眼神，我就当没看见。不过今天的心情大好。到家之后，宋薇一改在外面的态度，过来向我道歉，继续她的铺，说是看在她是我闺蜜的面子上才想帮她。我假意表现出内疚并且理解她的样子，就去厨房做饭了。毕竟她现在更需要哄的另有其人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宋薇的手机就响了。宋薇看了厨房一眼，就匆匆躲进卫生间。我轻手轻脚走到门口，听见里面传来宋薇急忙解释的声音：我的钱真的给他了，你怎么不相信我？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，宋薇紧接着就回答：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毕竟钱都在他那，车房也是写的他的名字，车房都是我自己全款买的。看来这两人是打起我财产的主意了。谁让比起宋薇这个出轨劈腿男，还是我平日里傻白甜的样子更值得让人相信。宋薇又哄了几句，匆匆忙忙挂了电话。她出来时，我已经回到厨房里。果然，当天晚上我妈就给我发信息，说是宋薇又找她要钱，这次的借口是说我流产了，开口就是10万。我差点笑出声来，要钱也找个好点的理由行不行？我让我妈告诉她钱都被我要走了。果然，没多久宋薇就找过来了。欣欣，你为什么把妈的钱都要走了？你知不知道妈她年纪那么大了，要花钱的地方很多，她可是你妈。宋薇有些生气，演得一副孝顺女婿的模样，我都差点信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拿了妈的钱？我用审视的眼神看着宋薇，宋薇立马慌乱起来，语气缓和了不少。我今天给妈打电话的时候，她告诉我的。我点点头，有些受伤地看着她。老公，我是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们确实应该照顾一下小秀，所以我把钱都给小秀了。宋薇愣住了，她原本要钱就是给沈秀的，没想到我竟然直接给她了。那怎么好？
你给他那么多钱？我眼眶红红的，声音也带着哭腔。她是我闺蜜，现在还怀着孕，孩子爸爸都不知道是谁。我虽然没有孩子，但是我还有你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有你就够了。宋薇愣住了，显然她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，她尴尬地笑了笑，然后抱着我说我懂事又贴心。我在宋薇怀里冷笑，果然见男人就是见男人，谁会装可怜就爱谁。我默默将这些账单都截图保存，日后离婚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我都可以追回的。我是把钱转给沈秀了，但我是用她的手机赚的，自己舍不得花钱养情人，靠压榨我妈的钱，果然是诡计多端。宋薇手里彻底没钱了，她不好意思找我要，毕竟我月初才给过她钱，她去找沈秀。但沈秀那么大胃口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再把钱吐出来？啃了好几天白馒头，最终他还是没办法，只能让我去找沈秀要。老婆，你去把给沈秀的钱要回来吧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他，宋薇扭扭捏捏地开口：“那毕竟是我们的钱，给他了，我们都没钱花了。”我一反常态，一脸受伤地看着他。宋薇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沈秀是我的闺蜜，那她就是我们的家人。现在她怀孕了，我们不能这么自私。我们苦点没关系，但是她不能没钱花。宋薇刚准备出口的话哽在喉咙里，毕竟这可是当初她说的话。我现在不过是原封不动地还给她。宋薇脸色铁青，眼里全是埋怨。那你也不能让我每天啃馒头吧，那么难吃。再说了，不就是怀个孕吗？哪里需要那么多钱？我充耳不闻，却悄悄将宋薇的话录了音。沈秀这几天一连给我秀了好多次，明里暗里说着她男朋友对她多好。每次我一问什么时候结婚，她就仿佛哑巴了。小秀，这男人给再多的钱都没用呀。你这月份都大了，再不结婚对你名声不好。他们还妄想着以这种身份在我眼皮底下岁月静好，那我就帮他们一把。沈秀的声音有些结巴，眼神也飘忽不定。他最近工作不稳定，他说过过段时间一定会娶我的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故意引导：小秀，你这男朋友不会有下家了吧？他是想把你肚子搞大了，然后不管你吗？沈秀脸色惨白，差点尖叫起来，却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怎么可能？他是爱我的，怎么可能爱别人？宋薇最近几天一直在家陪我，连着请假了好几天，估计是愧疚心理作祟。那他最近有去找你吗？你都怀孕了，他不去陪你吗？话音刚落，沈秀的表情僵在脸上。后来的一下午，他都心神不宁的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当天晚上宋薇接了个电话，急匆匆地说有事就出去了。我在他的车上装了窃听器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那边就传来了说话声：“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？你知不知道阮欣那个贱人每天在我面前秀恩爱，我都想撕了她。”宋薇的声音有些低沉，混着一点不高兴的情绪在里面。起码我们夫妻这么久了，我不想闹得那么难看。等过段时间我会和他说的，你再等等。沈秀立马尖声叫喊起来：“我果然猜的没错，你还想着那个贱人？宋薇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种，你想摆脱我？不可能！沈秀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我已经说了过段时间，而且阮欣把钱都给你了，我现在手里根本没钱花。再说了，我又没说不会离婚。”说到最后，宋薇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而沈秀只是冷笑一声，满是嘲讽：“就这么一点钱就没钱了？那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还好意思说自己没钱？你没钱关我什么事？”
宋薇暴怒的声音从那边传来：“沈秀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当初勾引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。笑死，这么快就开始狗咬狗了。”我拿过一旁的薯片，边吃边听戏。两个人越吵越凶，沈秀要宋薇在1个月之内必须离婚，否则就会把这件事告诉我。宋薇到最后只能好声好气哄着他。宋薇到家的时候，我还没睡，桌上踩着点热着饭菜。她进门的时候愣住了，看见桌上的饭菜有些吃惊。欣欣，你怎么还没睡？我走过去亲昵地挽住她的胳膊，声音糯糯的。我怕你晚上忙工作没吃饭，而且你不在家，我不敢睡。宋薇有些惊讶，看着一大桌子菜发问：“可是你哪来的钱？”我低着头，声音闷闷的：“我出去兼职挣了一点钱，对不起老公，我们钱都给小秀了。但是我也不想看着你受苦。”宋薇俯身抱住我，声音沉沉的：“老婆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对不起，我那天不该那样对你。”我忍住差点吐出来的情绪，努力扮演着一个单纯可人的小白花。后来的几天，我都扮演着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形象，暗地里煽风点火，说让沈秀赶紧结婚，和他说宋薇对我怎样怎样好。窃听器里开始频繁传来宋薇和沈秀激烈的争吵，直到最后一次，宋薇失望的声音从那头传出来：“你真是一点都比不上他。”话音刚落，那边传来沈秀发疯般的尖叫，随后是车门关上的声音，应该是宋薇下了车。过了几分钟，车内传出沈秀恶狠狠的声音：“阮心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”沈秀来的这天，宋薇不在家，我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招待她。自从进门之后，在我看不到我地方，她都恶狠狠地看着我。等我看向她，她又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我也装作没有察觉。吃午饭的时候，我故意说宋薇打电话来了，然后适时播放那段录音。宋薇不悦的话语传出来，沈秀的脸色越来越黑，随着最后一句“不就是怀个孕吗？哪里需要那么多钱”传出来，我装作委屈的回应：“宋薇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小秀是我闺蜜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”说完，我一脸受伤地看着沈秀，然后拼命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小秀，我没想到她竟然会这样说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。”沈秀脸色铁青，却还是硬着头皮挤出一个笑容。我转过头，差点笑出声，看来又有好戏看了。果然，晚上宋薇回来的时候，脸上有些伤。宋薇借口说是摔了一跤，我装作满眼心疼的样子给她擦药，之后转身在厨房忙前忙后。宋薇从后面抱住我，轻声说：“老婆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管沈秀了，好不好？”可是小秀是我的好闺蜜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宋薇语气恶狠狠，抱着我的手臂收紧：“老婆，她根本不是什么好人，她比你差多了，根本不配做你的闺蜜。我们也要个孩子，好不好？”我沉默着，视线落在一旁客厅里的花盆里。窃听器那头的人应该气坏了，看来结果来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第二天中午，沈秀又来了。我像往常一样去洗碗的时候，她突然掏出一把刀向我冲过来，我及时转身。就在这时，宋薇推门而入。早在沈秀来我家的时候，我就给宋薇发了信息，她害怕沈秀和她的事败露，急匆匆就往家赶。开门看到的正是沈秀拿着刀向我冲过来的这一幕。欣欣，宋薇急忙向我冲过来，将我抱在怀里，目光恨恨地看着沈秀。沈秀，你发什么疯？我躲在宋薇身后，一副受到巨大惊吓的样子。小秀，你想杀我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好闺蜜吗？
沈秀没想到宋薇会回来，看着宋薇将我护在怀里，她眼里红红的。我是疯了，我被你们逼疯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宋薇的。软心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宋薇大惊失色，手忙脚乱过来，将我搂在怀里。不是的，欣欣，不是他说的那样的，你相信我。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，脸上满是失望。小秀，你讨厌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该离间我们夫妻。宋薇对我那么好，她怎么可能那样对我？沈秀仿佛疯魔了一般，指着宋薇哈哈大笑。宋薇，你敢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？要不要我们现在就去做个亲子鉴定？宋薇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抖着，看向我的眼神里也是前所未有的恐慌。老婆，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不是这样的。还没等宋薇说完，我看向沈秀，声音冷冷的。宋薇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，你想找背锅的，也应该擦亮眼睛。话音刚落，宋薇整个人愣在原地，沈秀也像是失了魂一般怔住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宋薇的，你撒谎！我拿出包里的文件丢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我们以后没必要做朋友了，麻烦你带着你肚子里的野种离开我家。沈秀看着上面的鉴定报告，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一般，嘴里还喃喃地念着不可能，直到看见地上的报告，他才接受了现实。在两人愣怔的时候，我可怜兮兮地抹着泪水。婚检的时候就查出来了，宋薇根本无法生育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怕她伤心，所以一直瞒着说我不想要。宋薇这才反应过来，抱着我的手臂在疯狂发抖，随后整个人疯了一般的朝沈秀扑过去，嘴里叫嚷着：“贱人，你敢骗我，还想破坏我的家庭！你这个贱人！”没多久，警察就来了。沈秀被打得差点流产，宋薇也被拘留了好几天。真相很快就出来了，沈秀为了上位，随便找了一个男人借了种，怀上孩子。宋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根本无法生育。宋薇回来那天，我在家做了一桌饭菜等着她，她颤抖着嘴唇过来想要抱我。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再也不值得相信。事后宋薇对我更加体贴，每次沈秀来家门口哀嚎，她都一脸厌恶。沈秀的事很快就被周围的群众知道了，借种怀孕还想栽赃在闺蜜的老公身上，一时之间她沦为笑话。没过多久，法院那边传来传票，沈秀拿出宋薇出轨的证据，虽然孩子不是她的，但是她出轨是事实。沈秀本想接子上位，拥有这样的好男人，然后霸占我的财产，谁曾想事情败露，他不仅什么都得不到，还背上了恶臭的名声。于是他破罐子破摔，就算是死也拉一个垫背的。宋薇跪在我面前，一遍遍说着对不起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泪从眼角滑落。宋薇，离婚吧。宋薇拼命摇头，双唇颤抖着，泪水滴落在我的手上。欣欣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爱的一直是你。我没有回头，拿起准备好的行李离开。离婚程序走得很不顺利，宋薇不同意离婚，整日在我新住址楼下等我。几日未见，她与我印象中的样子已经大相径庭。胡子拉碴，眼底乌青，也与当初我爱的少年相去甚远了。我就当他是空气，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回应。那天下班，门口站着两个人，沈秀大着肚子，没想到孩子还没打掉，应该是没钱吧，毕竟出轨的证据爆出，曾经宋薇给沈秀的转账都被追回，他不仅掏光了家底，还欠了好几万。两人看见我，宋薇瞳孔猛缩，
连忙想要上前来解释。沈秀歇斯底里叫嚣着：“宋薇，都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，你要对我负责。”宋薇充耳不闻，只是向我走到，双手揉搓着拼命解释：“欣欣，是他纠缠我，我已经和他划清界限了，你相信我。”沈秀睁大了双眼，发了疯一般朝我扑过来，嘴里还叫骂着。宋薇在前面护着我，反手将沈秀推开。“沈秀，你发什么疯？不要再来纠缠我们了。”沈秀摔倒在地，双手捂着肚子，表情痛苦。宋薇冷眼看着，转头看向我，还想解释。我淡淡瞥了一眼两人，随后进门，只留给他一个背影。是你们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沈秀的孩子没了，因为事情发生在我家门口，我也一同被警察传唤了。不过我家门口有监控，很快也查明了我与此事无关，而宋薇又再一次被拘留。我妈去了一趟拘留所，据说把宋薇骂了一顿，宋薇在拘留所大哭一场。宋薇出来的时候又来找了我一次，彼时我刚才商场回到家，宋薇整个人都消瘦了不少，眼底暗淡无光。她犹豫着走到我面前，表情看起来很痛苦。“老婆，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”我说到最后，她说不下去了。宋薇哽咽着看着我：“老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吗？”我第一次没有无视她，只是淡淡的看着她笑起来。“我们都可以回去，回到最开始那段没有彼此的时光。”宋薇刚升起的希望又陡然熄灭，她慢慢蹲下来，痛苦的哀嚎。宋薇最终还是签了离婚协议书，将资产和房产全都分配给我，只求我原谅她。原谅吗？可惜我已经不在意了。她开始整日颓废，听说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假期，公司也因为业绩将她辞退了。再见到沈秀已经是我离婚1个月之后了，她身形消瘦，蓬头垢面地坐在街边的长凳上，此时她已经臭名昭著。接中男人的妻子找人将他的双腿打断了，他看见我，随后又变成了一副恶狠狠的模样。“阮心，你毁了我，我也要毁了你。没想到吧，你以为的模范丈夫早就烂透了，竟然还是不能生育的男人，难怪那么多次都怀不上，果然不中用。”说完疯魔一般笑起来，似乎这样就能报复到我一样。我面带微笑，凑到他面前轻声说：“那还真是感谢你，我不费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了，你说对吗？”沈秀瞳孔猛缩，双唇颤抖着，异常激动地指着我，而我就站在原地不动声色地看着他。“阮心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个贱人，你是故意的，你这个贱人！”我不顾他的哀嚎，笑着说：“宋薇不是你想要的模范丈夫吗？现在让给你了，不用谢了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沈秀在身后叫骂着，只可惜她双腿残疾，身体一歪就摔倒在地上，又痛苦的哀嚎。转身离开的同时，旁边小巷里站立的身影一顿，我像是没有发觉一样继续往前走。毕竟还会有更好的未来，至于有些人，就在自己的世界里慢慢发烂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